马可，你知不知道10%的新加坡人都患有2型糖尿病？哇，这大事不妙啦！而且啊，最糟糕的就是新加坡的糖尿病截肢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。哇，事态严重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更了解糖尿病了。一般民众可以自行测试血糖，达到防治的目的吗？所谓的喝糖水，又如何可以测试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糖尿病呢？还有，我们身体藏着一个降糖穴，到底要如何自行按摩呢？糖尿病是一辈子的事吗？有没有办法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？我们来听听一位患者的分享。这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九人妹，说到这个糖尿病，你就想什么？小完便过后马桶出现蚂蚁。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讲是不是迷思来的？我也不知道不如问他们啊。好，马上就请出我们的2位嘉宾，那就是帅哥陈建斌，还有美女胡医师，还有欢迎国大内分泌科高级顾问尤东伟医生。欢迎欢迎欢迎！来，请坐。哎呦来，请问2位，对，说到这个糖尿病，你们就联想到什么？很容易口渴，或者是很容易疲倦。还有嘞，我也常看到一些糖尿病患者，打这个胰岛素。哇，这个是最痛苦的是。那意思呢？听说得糖尿病的，如果很严重的话，需要截肢。所以糖尿病患者他们的小便都会出现蚂蚁啊。假如血糖是比较高的话，是会有这个情况。哇，真的哇，就是很严重的时候。对。OK， 好，那为什么要截肢呢？这是糖尿病的其中一个并发症，就是说糖尿病会影响这个血液的循环。是。那么下肢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，有时候它会坏死。那么就需要截肢。那么本地有一个研究呢，发现截肢的情况，从这个下肢出现溃烂到截肢的时间只有2-3个月的时间。哇，那算是蛮快的。很快那每天在新加坡有多少人是做这项手术？大概6-7年前有一项研究，就是说我们本地的医院每天大概有4宗截肢的这个病例。4宗一天？对。但是过去几年政府大力的推动这个糖尿病的醒觉，近几年来已经有这个改善。OK， 我很好奇，就是为什么会有糖尿病这个病？就我们吃东西了以后，食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我们吸收到我们的血液里面，转化成糖分。那么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胰岛素，这个胰岛素就像一把钥匙，让这个血糖进入到细胞里面，这样我们的血液里面的糖分的指数就会恢复到正常。糖尿病的病人呢就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胰岛素抵抗，就是那个门好像生了锈一样，所以胰岛素比较难让这个血糖呢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糖尿病的病人胰岛素的分量可能有一些不足。那么糖尿病早期会有什么症状？早期的时候呢，一般上没有症状，所以呢，我们才会鼓励大家，一旦超过40岁，或者是就算是40岁以下，有糖尿病的风险，是要及早测试。那么当这个糖尿病比较严重的时候，就有症状了，就是比如说很容易口渴啦，尿频一直要上厕所，那么体重可能会下降。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很容易肚子饿。那为什么会口渴呢？对，因为当这个血糖高的时候，糖分就会从尿液里面排出来。那么也因为这样，我们身体失水，也就会比较容易口渴。那有什么诊断方式？有2种方法，一个是我们进食了以后，是早上验血，然后看那个血糖有没有高。OK，另外一个是可以测试一种叫做 HbA1c， 这个是3个月的平均血糖。OK，也是可以用来筛查有没有糖尿病。但是这2个检测呢，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个灰色地带。对，就是这样的情况底下呢，我们可能需要多做一个测试，就是所谓的喝糖水这个测试。喝糖水的测试啊？对，就是这个糖水。OK，有2种口味，一个是 orange， 一个是 raspberry。OK，我们进食8个小时以后，来抽一次血，看一下血糖，然后要在5分钟里面把1瓶喝完，一整瓶喝完，一整瓶喝完。喝完了以后2个小时再重新抽一次血，验血，看一看我们的身体处理得了这个糖分嘛？如果处理不了，就是有糖尿病啊。对的。那我真的很好奇它的口味是怎样。不用好奇的这种东西，你试一下，然后告诉我们一下它的甜度到底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很甜吗？很甜，很甜，很像那种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很喜欢喝的那种糖水。它的糖分是我们一般汽水的2倍。啊，那还有其他测试方法吗？那些已经患上糖尿病的朋友们是要知道自己的血糖有多少，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扎手指头来检测我们的血糖的水平。哦，那今天我们就找一个人来测试吧，好啊，我来。哎呦，哇，来，没有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到目前为止你的这个糖分的这个数字 control 的好吗？因为我的确有20年的糖尿病史。是，那我们就测测看您的这个血糖现在有多少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般上我们选择这个手指的旁边，就不要在正中央，比较没有这么痛。所以正常的血糖数值是什么？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说，那个目标就是餐前4到7，对，餐后2个小时最好不要超过10。这个是一般上来说。哎，有哎，哇，马上出来，有了，再挤，敢挤。敢不用怕。哦， OK， 5.1，哇，那是怎么样？正常，很好，对不非对？常好，非常好。哇，恭喜好斌哥。其实斌哥在这段时间呢，他都控制得很好，是，所以我觉得糖尿病患者呢，自律是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对，对不对？您说的没错，适可而止啦。真的。可是我知道有一种糖尿病前期，这种算不算是糖尿病患者？糖尿病前期就是说血糖比正常人稍微高一点，但是还没有到糖尿病的这个程度。这种病患正式患上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较高。因为有些人他就说，哎呀，我很怕，我不要去检测。我跟病人说，就算你检测了，您是糖尿病前期，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饮食方面注意，体重要减低，要时常运动，提早知道，我们就能够提早做到这些预防的工作。对，总比你不知道好。没错。那我们现在要进广告，回来过后呢，我们会从中医的角度去更了解糖尿病。是的，我们稍后再见。好。好，在这里欢迎我们的赵燕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，欢迎赵医师。赵医师在中医怎么样看待糖尿病？糖尿病呢，在中医最古老的这个著作《黄帝内经》当中呢，就把它描述成为是这个消渴，有中消，还有消胆呐，这样的一系列的名字来去描述这个糖尿病的。OK，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糖尿病？首先是有这个基因的因素，所以我们说父母亲还是兄弟姐妹有糖尿病，那我们的风险也会提高。是。那再来是肥胖，肥胖就是饮食。跟运动不足，因为肥胖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，没错，然后药物会影响，比如说类固醇，有时候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需要用到类固醇的药物，摄取的类固醇会导致血糖升高。明白。那这个糖尿病会带来怎么样的并发症？主要是影响血管，那么当它影响到大的血管的时候，阻塞就会导致心脏病、中风，还有就是输送血液到我们的脚的这个血管阻塞。那另外它会影响到比较细的血管，就会导致肾脏衰竭，眼睛可能会失明，因为这个血管可能会变得弱了，它会爆，就会失明。脚的这个神经线这个感觉也会比较不敏感，会没有感觉了。对，所以有伤口你也不知道，就很容易溃烂。对，那么另外免疫系统也会比较弱，所以很容易受到感染。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一位糖尿病患的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明白我母亲是一名糖尿病患者。8、9岁那年，医生替我做了一个体检，说明了我会将来得到糖尿病的几率很高。果然，在我18岁的时候，我患糖尿病。小学的时候，我喜欢喝，又喜欢吃，尤其是汽水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大吃大喝，渐渐的，我得到肥胖症。我记得18岁那时候，我
发现我时常很累。有一天在沙滩上，我发现我的脚板变色了，我就要求我妈妈带我去看医生。医生确定我得了2型糖尿病，但那时候我很害怕，又担心，因为从小我知道我妈妈唯一一个糖尿病者，不是像伤风感冒1、2天就好的。从那天起，我定时的吃药。在学校，我很怕我的同学知道我是一名糖尿病者。每一次吃药的时候，我在偷偷的躲在一边吃。2001年，我妈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医生必须锯掉她的脚。我牢牢记住我妈妈的经历，告诉我自己不要像她这样。我参加糖尿病协会，我每天都定时吃药，我也同时做了很多 research， 怎么样过得更健康。这让我对糖尿病的正确知识越来越多。现在出去买东西，我很注意食物营养的标签 ，low GI、低糖、无糖、carbohydrate， 这些都对我来讲很重要。从2011年起，我担任为糖尿病协会 Support Group 的会长和 Management Committee， 每个月都有走步活动，提醒每个会员要积极的运动、健康的饮食。糖尿病是一辈子的事，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，但我们可以做的是，不要让他的病情恶化，好好的过活。积极的面对它，明天会更好。哇，真的是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有些时候我们有这个糖尿病，不用太担心。其实如果你控制得好的话，你还可以跟常人过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。是的。我觉得这个糖尿病人呢，他有遗传的这个因素。有比较高的风险去得这个糖尿病，但是呢，如果他能够控制，他是完全可以不得的。因为我就有这样的患者，一家父母全是糖尿病人，然后姊妹4个，只有这一个患者他没有得上糖尿病。他就是完全的从他30几岁开始就严格的控制他的这个饮食、运动，调整他的心情，然后积极的去预防它。所以今年他67岁了，他也没有得上，还是好好。OK， 肥胖是胰岛素抵抗的开始嘛，所以我们患了糖尿病以后，我们就要注意淀粉跟糖分的摄取，整体的我们的热量的摄取，并不只是甜的饮食，是高热的脂肪高的这些都会造成肥胖嘛。所以认识糖尿病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更深入的了解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式。糖尿病呢，很不幸的，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，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根治。虽然有一些刚刚患上糖尿病，就比较在初期的时候，可以通过饮食运动来控制血糖，就可能不需要服药。但是你必须要长期能够这样持之以恒。假如是一松懈了以后，那个血糖就会上升了。那么至于药物方面呢，药物就有分成口服的药物和注射性的药物。口服的药物呢，它可以帮助身体分泌出多一点的胰岛素，来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，压低。或者是它可以减轻这个胰岛素抵抗的程度，这样也可以把血糖控制下来。那么近几年来比较新的一些药物是口服了以后，它让我们的身体把多一点糖分在我们的尿液里面排出来。那排出了以后，可以帮助把这个血糖降低。是。那么注射性的药物呢，一种是胰岛素，就是说尤其是比较晚期一点的糖尿病，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自己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已经比较弱了。是。那么身体就需要外来的胰岛素来帮助控制这个血糖。有另外一种注射的呢，叫做 GLP-1。那么这个呢，它除了帮助身体胰岛素的产生，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减低我们的食欲，把体重也帮忙减低一点。
OK，这个我们植入手臂的是腕，然后就连接跟我们手机的一个应用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血糖指数是多少。比如说黄芪这一味药，是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然后降低血糖。我听说过有一种治疗叫做什么5驾马车并行的，对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听说现在有一个新科技啊，可以这个监控你的这个血糖有多高。是，今天我也有带来，就是这个哦。那么这个是可以放在手臂或者是腹部哦，可以24小时，每几分钟它就会检测我们的血糖。这个我们植入手臂的腕，然后就连接跟我们手机的一个应用，你就可以就是即时的看到你的血糖。我们只要看手机就知道看手机就可以了血糖值。对，所以你今天拿来就不打算拿回去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打算那就送给我吧。啊，对，就只有你嘛，对不对？对来医生，我赚到，我赚到。对。所以说啊，现在的这个科技啊，真的是带给很多的病患很多的这个方便之处。先消毒一下，就这个仪器，它就好像一个这个粘布一样嘛。好，对来，哦，来， 3，对，现在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植入了。哦，所以是就植入这一片。对，这个就是它可以阅读那个血糖的嘛，然后把它传送到那个手机的运用。哦，所以这个是 sensor 来的。对，就这样把它装好。那可以冲凉吗？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手机的应用配对，以后随时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血糖的一个指数是多少的。所以随时要监控都对，看。所以变成你不用一直去检测，多方便。这样贴上去大概要多久？可以耐10天。哦 ，OK， 好。那在中医呢，有没有什么食疗法适合病患者的？有很多药茶，我今天已经准备了一个。OK， 来，准备一下。去喝茶。今天带来的呢是乌梅生津茶，它最主要的成分是乌梅、麦冬。是。麦冬呢是很好的一个滋阴的中药。有些患者啊，他表现为口干舌燥，觉得哎呀喝水也不解渴，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茶代茶饮。可以直接用这个泡在水里面就好吗？实际上没有煮的效果好，因为煮的时候呢，很多的有效成分呢都会释放在这个茶里。现在的这个比例呢是10克的乌梅和10克的这个麦冬。哦 ，OK。但其实喝下来它是有一点甜甜酸酸，这里没有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，就是这2个样。我听说过有一种治疗叫做什么5驾马车并行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个糖尿病它得的原因很多，所以它的治疗的措施也是有几项措施一起进行的，我们叫做5驾马车并行。那第1驾马车呢，就是饮食的控制，这也是因为很多的患者他以为他吃了药以后呢，他就饮食上完全可以放开了，不去控制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，他当时的情况啊，去指导他如何去饮食。这叫辨证施善，这是第1个。第2个呢是运动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肌肉会帮助我们去消耗那些血糖。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他的体质的不同，让他运用不同的运动的方法，所以叫做辨证施动。这是第2个。那么第3个就是药物。中药的治疗呢，我们主要是一个辨证论治，就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，比如说黄芪这一味药，那现在的研究呢就证实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然后降低血糖，而且有很好的保护肾脏的功能。人参这一味药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去平稳血糖、血压，甚至能帮助我们去降低血脂。OK。也有很多的研究呢，证实呢，针灸对于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啊，有很好的疗效。那它主要是通过2方面的作用，一方面呢是调整我们人体的这个胃肠啊，还有脾肾的这些功能，然后增加它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，然后来去降低血糖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些交感神经、副交感神经，然后减轻我们的压力。我们已经知道说压力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增高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治疗。那还有呢？第4就是一个自我管理，患者需要呢去注重
观察他的体重、血压、血糖，不要每次只是等着去看医生才知道他的这个血糖是怎个样的情况。那第5辆马车？第5辆马车呢，就是糖尿病教育，在中医呢，我们叫做辨证施教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有些患者啊，他得了糖尿病以后，天天特别紧张，觉得生活好像都没有希望了。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情绪的影响。对了，只要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你是可以健康，是可以长寿的。所以这样的患者，我们就要让他看到，说你不控制这个血糖，它的后果是什么？对吧？所以只有这样，他知道了这些知识以后，他才能够管住他的嘴，迈开他的腿。所以这是5架马车，5架并行了。对，还有就是我想跟糖尿病的患者推荐一下气功八段锦。很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个气功八段锦可以帮助我们疏通经络，然后呢，这个提高脏腑的这些功能，然后呢，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。对，有没有什么穴位是可以帮忙降低血糖的？在我们的手臂上，那我们可以量，这是我们的腕横纹，然后腕横纹我们量，这是4指，对吧？4指以后我们再加上2指，所以在这个位置上，你摸到这块2个筋的中间，这个叫做降糖穴，轻柔的去按摩，帮助我们降低空腹血糖，还有餐后的血糖。OK， 每天按10分钟左右。好，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会不知不觉的摄取太多糖分了。对啊，因为很简单的，比如说我们去一下 shopping，然后随便买一杯饮料、一片蛋糕就差不多了，超标。我觉得是可以吃，但是你要选择无糖或者是少糖。对，一定要注意每天吃什么。是 what you eat。所以呢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资料，其实呢，全世界呢每3分钟就有3个人因为是糖尿病而夺走他们的生命的。对，糖尿病的发病率是全球迅速的飙升，它也会带来可怕的并发症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防治。是在这里呢，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尤医生，还有赵医师，当然还有我们2位艺人嘉宾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我们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